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今天咱们继续讲中国反隐身雷达研制系列，第一篇第3章出境伊拉克摘要：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孕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可是到如今这里正在遭受现代武器的摧残和破坏。在这一块阵地，我们自己的反隐身雷达技术也正在一步步从无到有走向成熟，为保卫人类的和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正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位于波斯湾红海之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这里孕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与尼罗河文明、恒河文明以及咱们的黄河文明并称为人类4大古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著名的4个标志：巴比伦城、空中花园、汉谟拉比法典和楔形文字其中位于巴比伦城，也就是现在伊拉克巴格达以南大概20公里。我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交流甚广，自汉朝开辟丝绸之路以来就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互信互利的亲密伙伴关系丝绸之路是吧？也将古代中国的产品通过阿拉伯商路的传播送到了遥远的欧洲和北非。到了现代，在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巴以和谈等国际大事之中我们与众多的中东国家更是加深了理解和信任，并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在中东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找到中国产品的身影别说中东国家了，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有人的地方，现在都能找到 Made in China 的产品进入了2000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老毛子国内陷入车臣战争的泥潭，美国也逐渐表现出一家独大的那种态势，并抓紧时间在中东布局。在老毛子无暇顾及中东的时候，我们厂又是凭借着与众多乌拉尔研究院所的亲密合作关系拿到了不少订单。伊拉克和科威特都是石油大国，在1990年以前都是富得流油的国家。曾经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伊拉克人买了一辆奔驰600，一个月之后又买了一辆，店主很高兴，问他是不是因为车子的质量好，所以他成为了回头客。但是这个伊拉克人愤愤地说，不是因为质量太好，而是设计太烂。车子里面的烟灰缸用了不到1个月就满了，他只好再买一辆虽然是嘲笑伊拉克人的智商，一个段子一个笑话，但是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年伊拉克国民的那种土豪的气质，一点不比现在那些中东沙特阿联酋那些土豪差。我跟你讲你看现在伊拉克被美国人搞得像什么样子，民不聊生几百万人的直接包括间接的死亡，我跟你讲都是美国人造成的。后来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空袭，打响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但是由于战争目的只是迫使萨达姆从那个科威特撤军，当时并没有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也是后来世界格局的，也是为后来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埋下了伏笔我们说过，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当年搞种族屠杀，采用了类似当年蒙古铁骑的那些做法，把阿族人顽强的抵抗的一个叫做斯雷布雷尼察的小镇，大概有2000多个村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屠杀杀得一干二净三光政策然后埋在一个万人坑。屠杀受害者里面有一名英国记者，他当时已经表明了身份，但是还是没有逃脱灾难。在屠杀的这个过程中这名英国记者偷偷打开了摄像机，
塞族大兵并没有发现，正是这个幸存的录像带后来成为屠杀的铁证，震惊了世界在经历78天空袭之后米洛舍维奇向北约投降，但是这并未阻止后来国际法庭对米洛舍维奇和他的手下那帮将军们所犯下罪行的审判反人类罪战争罪之类的，是吧？自从萨达姆从那个科威特撤军之后，国际社会继续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但是并没有逮捕萨达姆这给了萨达姆一个错觉，那就是他才是那场战争的赢家。他赢了吗？虽然抵着联合国的制裁但是伊拉克国家的底子很厚萨达姆继续招兵买马于是我们的生意就来了，对吧？本来伊拉克陆军空军都有我们的装备，但是防空系统基本上都是苏制的，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系统工程学咱们的雷达这一派这一流派防空火炮这一领域都是那个导弹就是稍微差一点组成的那个防空系统也就不尽人意了否则到现在我们也不会再引进那个老毛子的 S400了，对吧？我们也有短板现在在不断的弥补短板之中如果说钱学森是我国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应该没有多少人反对吧，是吧？钱老的专业是什么？就是系统工程学。说的通俗一点，咱们的工业设计以汽车发动机为例，铸造技术有了，模具技术有了，数控机床的技术有了，电子控制的技术有了，发动机需要的各类分项技术咱们都有了，早就有了。但是小小的汽车发动机就是设计不出来先进的要先进的发动机设计不出来。现在每年国内几百万辆汽车产量，需要几百万台发动机。你没看到上海保税区仓库每天装卸多少要日本的30发动机？全国那么多辆汽车，钱大部分都被小日本赚了。因为汽车里面发动机一个总成发动机的总成占很大一部分的那个价格就是因为系统工程学的问题。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立国之本。中国最厉害的技术叫做反向工程学，就山寨也就是拿到一个实物，我们可以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仿造出来然后再加以改善，对吧？这种技术俗称山寨技术。反向工程学越发达，说明知识产权保护越弱越是弱的地方，就要有政策倾斜，也要有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否则就越难吸引人才去开发和设计。说的没错所以说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不可能拥有一流先进的设计，是吧？曾经有一家兄弟工厂专门来我们工厂，要求提供一种远程双通道载波雷达。厂里技术处的几位师兄就问，那为什么要这个雷达呢？那又不是最前沿的技术对方支支吾吾了搪塞了半天，然后回答说是用于精准定位。那我们又问，当今定位要么就是 GPS军品就用北斗，是吧？没道理还用那个雷达对方又说不清楚让我们别管了提供样品就行了。我们厂技术处也不是吃干饭的，是吧？尤其在现在这样的日新月异技术革新一日千里的年代，不问清楚了，回头设计不好也没法交差，就继续刨根问底。后来对方终于吐露实情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拿到了美国MQ-1捕食者无人机的样品然后进行了仿制山寨那我们厂里技术处的那帮人那叫一个无语大哥捕食者是90年代中期差不多和那个中期的那个第一代的插打一体无人机但美军自己的型号是 GPS 定位，
但是当时出于 GPS 信号的保密和打击精度限制等等方面的考虑外销型号都是采用地形匹配雷达进行指导的外销没有 GPS 指导。而中东国家大部分地形都是以沙漠为主沙漠那个东西刮点小风就变形了，对吧？那个地形匹配雷达那个到了那边根本不起作用，因为原来那个数据库里面或者芯片里面储存的地形匹配也找不到了。原来一座山过了一晚上风一吹，山没了，找不到了。所以人家那个买家买过去的东西用了2年都不到就不能用了，对吧？你还想仿制一下再卖回去，对吧？再说稍微动脑子，哪怕整体的气动格局不变，电子电传系统按照人家的技术要求重新设计个，那总好过要抄吧？你稍微动一下呀，对吧？你不要一模一样去拷贝你要稍微动一下，你要有原创，要创新，对吧？咱们也算是5000年文明古国了，那帮人就是懒，你知道吧？就是懒，很大一部分人当然技术术的师兄们没说的像我这样的那个直白那个诛人心诛心之言后来就给了一套 GPS 体积缩小了不少不过兄弟工厂也不容易，就因为 GPS 虽然精度高了体积小重量轻，听起来算是优点，但是飞行器设计中还是要考虑配重平衡等问题反正呢据说最后也没搞定反而让西南的兄弟厂抢了先，只是可惜了，卖出去的还是仿制的话说回来，萨达姆大叔手里有钱，但是因为制裁，石油出口也受到了限制。就算手里有钱，他也很难花出去，而只能购买防御性的武器毛子有技术，但是产能严重不足于是有谣言说，萨达姆大叔通过一些途径向土耳其走私石油，土耳其再向俄罗斯支付现金，老毛子一转手，用1半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买东西，然后加1倍转手卖给萨达姆大叔，颇有莎士比亚手下那个威尼斯商人的范儿，对吧？全是奸商全是奸商。所以说战争双方都是受害者，只有俄罗斯那样的武器贩子才是受益者，对吧？要说最大的武器贩子，那就是美国1999年底也就是那个我回国大半年之后我又接到了组织派给我的任务，去伊拉克进行先期考察，主要是了解当地的设备状态以及人员技术基础，为下一步打开市场提供技术依据，顺便帮老毛子托洛波夫局完成几个订单。这一次跟上一次塞尔维亚的任务不同，那时候过去那是善后，把损坏了的零部件更换一下，没有什么具体任务。这次不一样，老毛子卖给萨达姆大叔的是SAM-6防空系统和SAM-8防空系统，后来也配备了希尔卡4连装自行高炮。理论上说，这可以组成一个弹炮合一系统，用来对付如日中天的战斧巡航导弹，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但由于前苏联和俄罗斯都有严格的保密制度高精尖的东西统统不卖，而且苏联的电子控制系统一直是它的软肋，这导致让国内的工厂如鱼得水合同的内容是采用类似红旗6雷达系统来改装 SAM-6和 SAM-8的雷达，同时升级火控系统，提高其防空系统的侦测水平和联动能力。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 SAM-6防空系统和 SAM-8防空系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这2种防空系统是由前苏联不同的设计单位在60年代设计定型的，在80年代停产了以后就停产了。那我前面说过，雷达是防空系统的眼睛，老毛子的 SAM-6的系统它主要是电气系统，采用的还是电子管线路这是老古董了。国内对 SAM-6防空系统做过一些研究，这次改造主要是利用为红旗6系统研制的线路板取代之前的电子管线路，是吧？并强化滤波效果。
如果这两个系统能够改造成功，后续的备件保障能力也会得到大大的提高。同时，如果有了升级改造的成功范例针对更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使用的那些SAM6SAM8的那些防空系统，我们也可以提供升级改造方案，对吧？一揽子方案，也可以增强我们出口创汇的能力，是吧？我们这一次的团队一共有4个人，厂办联络处的一位副处长秦处长带队包括了技术部的一位师兄涛哥，兄弟车间的一位师兄魏哥，还有我从北京取到伊斯坦布尔，然后通过约旦进入伊拉克。那这一路比之前到贝尔格莱德的时间花的时间还要长前面不多说我们从约旦首都安曼出来，还要再坐16个小时的汽车才到伊拉克中部城市拉马迪。据说这还是最快的。经济制裁和禁飞区的设立对伊拉克人民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路边随时可以见到废弃的民房，城市建设停滞，路边随时可以见到报废的军用车辆。说起来自打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来，我国就与中东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商贸关系。如今作为现代贸易的一部分，我们来到这里，继续着丝绸之路的恢宏。最近，我们国家在搞“一带一路”的建设，我个人认为这是极其英明而富有战略眼光的举措。建设好“一带一路”，不仅有利于稳定周边政治环境，提升整个东亚、中亚、中东、东欧以及北非的经济，稳定国内和国际市场，消化我国国内的剩余产能，还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广泛应用和实践我们的新技术、新成果，为创造可持续性发展的国民经济创造更好的条件。巴格达虽然是首都，但是太凶险，几次战争给炸了个底朝天治安也不好，总有冲突和爆炸。在巴格达以西大概80公里左右，有个小城叫做拉玛迪。与巴格达热火朝天不同拉玛迪很是安静和平和，而且交通四通八达，距离巴格达也不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北方集团在拉玛迪有个办事处 Norinco 我们就住在那儿，后来那里也就成了我们的大本营。拉玛迪大概有400年左右的历史是奥斯曼帝国的时期所建，人口大概50万左右，跟我们工厂旁边的那个小县城的规模差不多大。拉玛迪曾经是军事要塞和中转中心，因此交通特别发达。一战期间被英法联军占领，跟中国以及其他古文明的地区一样，巴比伦文明的好多文物有很多甚至是距今6000年以上的文物，都被英国人、法国人搬回到他们自己的博物馆了大英博物馆，对吧？法国那个博物馆叫什么？我忘了而当年为了抢夺古巴比伦的文物，英法联军与德意联军在两翼地区也进行过了多次的争夺。拉玛蒂被作为英法联军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驻地和补给基地，对抗来自伊朗方向的德意联军。江处是我们的组长，也是东北人，性格豪爽，但是做事一丝不苟。本来我们厂联络处就是负责外贸订单的协调工作，事情很繁琐。通常军品买卖的订单都是由北方集团总部确定，然后再转给工厂，工厂的联络处就负责跟对方确认那个交货、付款、验收、后续维护维护保养等等工作。江树是北二外毕业，北京第2外国语大学毕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专门培养什么人才了，对吧？包括什么那个南京的那个是吧？南京那个另外他的英语和法语都非常流利，但是阿拉伯语就一窍不通了据说世界上最复杂的2种语言就是汉语和阿拉伯语，能够把2种语言都能说流利的名人大概就只有芒果台的那个姓何的老师了对吧？也是一位人，那个他是北外毕业的吧，好像对吧？我不说名字了。江树一直在联络处工作，
此前专门负责非洲那一片，中东地区曾经短暂访问过伊拉克和伊朗，不能说是轻车熟路吧，但是风土人情还是了解一些。后来江叔升任联络处的副处长，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工厂在中东地区订单陆续增多，江叔也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出来中东那边。技术处的涛哥，准确的应该叫涛叔了，50岁出头，外联经验也很丰富，很喜欢说说笑笑，更有一手的好厨艺啊。他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又在东南亚待过一段时间，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娶了工会的姑娘做老婆。孩子出生以后因为老婆身体也不好，出来的次数也就不多，直到前一年他孩子上大学了他就继续重操旧业。技术处里边涛哥是个全才，也是个奇才获得过的嘉奖好多嘉奖他后来是主要玩什么平衡木的平衡木那个预警机那个我们应该是第二代那个平衡木预警机后面慢慢说他玩这个的。再说魏哥的车间是做机载雷达的，由于萨达姆大叔手里边也有许多我们的歼七所以魏哥的车间领导就派他出来一方面借着售后的借口找一找升级换代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想了解一下当下那个战场的实际需求，对吧？魏哥是空军飞行员专业，空军飞行员出身自从流出的事情被工厂了解之后厂领导认识到战场需求与研发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那你的产品要贴近实战，对吧？所以要那个到一线去接地气。于是专门向空军和防空部队领导请示了，招收了一些退役的空军人员到我们工厂从事技术研发和论证工作，有实战经验的嘛，对吧？其实空军飞行员大部分都会转业到去民航，待遇又好，又可以继续飞还有一大堆漂亮的空姐天天围着他转，是吧？但是呢，魏哥的老婆的老家在本省，他老婆强烈要求回来，于是就来了我们厂。没想到到了我们厂之后，恰好给了他更大的舞台，发挥他的给他一个舞台能够更好的发挥他的才能，你知道吧？后来他也算是飞黄腾达了以后再说办事处租的是一个大院子，里面有一个3层楼，还有车库和仓库。别小看3层楼在拉玛迪当地也算是高层建筑了办事处设置也非常简单，只有3个科室，业务处最大，7、8个人，负责对接集团和下属各个工厂与伊拉克方面的对应部门。资料室负责原始档案存档以及对于外部的通讯，包括跟国内的通信联络，当然也负责密保办公室一共四个人，3个是中国人，副主任居然是一位本地人做副主任，叫做纳西姆，负责办事处的日常运作，与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派车安排吃喝拉撒以及一切的杂事。说到这里我就一下子想起来贝尔格莱德的海哥，对吧？就是外勤兼总务，对吧？外勤兼总务纳西姆是土生土长的拉玛迪本地人，大学毕业以后考上了西安交大读的研究生。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中建某局负责伊拉克几条主干公路的修复工作，纳西姆正好完成专业。由于他中文流利，又是路桥专业的研究生，因此被聘任为中建伊拉克项目部的一方技术负责人，后来甚至成为项目部的一方项目经理了项目结束以后恰好北方集团设立办事处，纳西姆凭借之前中建的工作经历脱颖而出，而加入了进来，成为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是办事处首位拉玛迪本地员工，也是职位最高的一位。我们国家每年都招收很多外国留学生亚非拉国家的现在好多欧洲国家都有了。我跟你讲，这些留学生在中国不光学习了那些专业知识更学习了汉语，学习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们懂技术，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更怀揣着对中国文化的无限敬仰之意和向往之心啊。这些人都是我们国家宝贵的财富啊，对我们那个大中华心向往之，这种人一定要留住，一定要好加以利用善待啊。都是那当地国家的带路党，你知道吧？哎，尤其是像纳西姆这样的人才啊，确实极大的增强了我国公司啊，我们那个与驻在地之间的联系，成为文明的纽带，为拓展国家的软实力啊，输出我国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联想起国内的很多企业，也是我们中国人在里面做高管啊，也是一个道理，对吧？走出去的国内企业如果能充分利用在华留学生的这个资源啊，必将能够使得企业快速融入当地文化，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安顿好了我们几个，江处就出门了。也是因为纪律啊，江处不主动说，我们从来不会问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剩下我们3个也是各有各的任务，任务地点也不同，于是大家就分头行动。刚到办事处，首先要做的就是拿到一张伊拉克地图，然后把这次任务所涉及的场站地址标出来。接近2000年的时候啊，虽然第2次海湾战争还没开始，但是双方都已经剑拔弩张了。伊拉克巴格达附近，应该说大部分伊拉克地区啊，都被划成了禁飞区啊。伊拉克飞机，尤其是军用飞机啊，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是不能随便起降的，否则会有被击落的风险。同时，伊拉克上空经常有美军飞机从事侦察等作业。伊拉克防空部队的雷达有一些全天候开放，但是更多的还是处于隐蔽状态。我要去的总共有6个场站，基本平均分布于伊拉克全境。很快就跟纳西姆打成了一片。这个小伙子很开朗，中文说的挺溜，居然还带着陕西味儿。西安那个大学毕业的是吧？纳西姆说他很喜欢秦腔，也能吼2嗓子。在那个之前我还真没听说过秦腔。听着纳西姆炫耀自己的秦腔觉得人家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比我们自己都强，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初来乍到，风土人情有很多不懂的地方。纳西姆很直率，所以不懂的地方经常问他。阿拉伯人也算是白种人男的女的都很漂亮。用江叔的话来说，就是脸长得很有雕塑感。纳西姆虽然跟我年纪相仿，却早就结婚了，还有了1儿1女。伊拉克人的法定结婚年龄是16岁，真太幸福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18了，对吧？学校还禁止谈恋爱呢。我问纳西姆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伊拉克女孩子？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因为你出不起嫁妆。我一听，再看他那个一本正经的样子就愣在那边。结果这个家伙马上捂着肚子大笑起来了，还拍着我的肩膀，用陕西味浓郁的普通话说了句瓜子，让人哭笑不得。这次来伊拉克车间专门给我特别制作了一套简易装置，称为波普仪，可以安装在萨姆巴火控系统的末端，希望有机会利用它对夜鹰 F117 的探测进行实战检验。我也带了一台电脑主机，用来测试、分析和记录。为什么不带显示器呢？因为一方面显示器比较重，成本太高，更主要的是干我们这一行最不缺的就是显示器。用那个到处都可以找得到来形容，应该是不为过的而且都是高清大屏的。那个时候技术还不是很先进，但是2年以后我就开始用上了笔记本电脑，那样才更方便了。我首先选择了最近的一个场站它位于拉玛迪以南150公里，一个叫做莱哈利耶的小镇附近。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本人不懂阿拉伯语，只能根据发音大概凑合几个汉字上去如果跟官方的名字相同，纯属巧合；如果有不同，纯属不巧不是故意弄错了大家多担待一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时候，是科威特向沙特和美国请求援助的，而美国的前线基地大部分都位于沙特、巴林和卡塔尔。莱哈利耶就是在伊拉克与沙特边境的附近，从地图上看是探测驻沙特美军基地动向的绝佳地点，也是守卫巴格达西面的门户。
这里先大概介绍一下老毛子防空系统的设计思想。老毛子的防空系统是以保卫点目标为首要任务。确定了点目标之后防空系统大量部署在外围。当敌方目标接近本方最大射程之后，全部的防空系统就开始启动，形成远近两层的密集火力。那伊拉克完全沿袭了老毛子的做法。如果关注了海湾战争的新闻，就可以看到夜晚的伊拉克防空系统是全系统的开火，漫天的亮点，有没有击中目标无所谓，只要保证保护点目标，就算完成战术任务。这种策略对于哪怕80年代的空袭都可以，或者像老毛子那样地域广阔的战场也可以。但是对于90年代开始的现代战争就已经显得过时了，都是精确打击这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得到了印证。因此塞尔维亚虽然也使用老毛子的防空系统，但是战术思想则完全不同。塞军是以消灭对方目标为任务，同时注重保存自己。那是不是有点眼熟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对吧？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因此虽然经过北约的2个半月的轰炸，但是塞军的防空系统大体保存完整甚至还抽空击落了一架夜鹰 F-117。当然我们这个级别的人物也就是有空的时候意淫一下没法改变萨达姆大叔的战术思想。不过呢，按照托罗波夫局的要求，对萨姆6的系统做了升级，主要是升级 P-12预警雷达和测高雷达，升级火控系统。毛子的系统都是俄文，但是出口伊拉克的都是阿拉伯文。老毛子的俄文我一个都不认识，这个困难倒是我早就意识到了。因此出来之前，工厂就交代，在测试阶段，底层的俄文全部删除然后用自己的系统替代，界面全部使用英文，然后让伊拉克本地的技术人员再修改成阿拉伯文，对吧？伊拉克人都挺有意思，总结下来也有几个特点。首先一个就是懒，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多介绍了，但是后面也会经常提到。第二就是平均文化程度非常高，你别看整个中东地区差不多都这样，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大学全部免费，全部是真正的义务教育如果继续读硕士博士什么的，国家花钱，只不过很多人读到了21、22岁就没有兴趣再读下去了，不再读了第三就是阿拉伯人很实在，也很乐观。我想这跟他们的信仰也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包括纳西姆都处于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日子太好过了，无欲无求了，不管自己是穷还是富，都是无所谓的态度，只要一家能吃饱就不想其他的。基本上没有见过有哪个伊拉克人满怀雄心壮志的除了那个要当阿拉伯领袖的萨达姆大叔。有时候感觉国内的生活质量真的不错但是我们国内的生活压力大，人太多，竞争太激烈了，主要是这个意思，对吧？没办法，这个原因国人都是为了钱而活着，普通人一辈子辛辛苦苦也只够买一套房子，而且孩子上学也要花钱看病也要花钱整天累死累活，没啥幸福感可言那这是实话你看像伊拉克人那样悠闲自在也许有时候生活的质量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幸福感很强烈的。还是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心态的问题。因为普遍大部分中国人都有一种做马云的那种豪情壮志，你知道吧？其实没必要马云有一个就够了，对吧？后面2013年再去伊拉克的时候伊拉克已经全境所谓的被美国解放了，是吧？政府更迭了，但是老百姓脸上的笑容依然没有变化，还是那么的灿烂。至少我接触的情况都是这样。而且在伊拉克以及周边那些中东国家，不会讲阿拉伯语没关系，会讲英语或法语就行了，基本都没什么障碍。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民掌握几种语言，那并不罕见说文化程度高我感觉他们的英语水平和普及程度基本要好于日本。也许这也跟阿拉伯人从那个重商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场战的任务有些繁琐，预警雷达和测高雷达的升级虽然不用动到机械和传动部分，但是都要修改控制线路，而且如果我一个人爬上爬下的，也不一定搞得定。幸亏这些伊拉克士兵，他们比之前那些塞军大兵要强了太多了，勤快又很容易打交道，而且也会主动配合帮个忙打个下手这已经足够了。伊拉克人不喝酒要不然呢我都想请他们吃个大餐喝一顿酒，是吧？他们都穆斯林嘛，禁酒了。大概用了1周的时间，大部分改造任务都完成了。下面就是火控系统。玩过雷达人都知道，火控系统是最难处理的，因为必须要有实际信号的侦测才能做出验证，因此通常使用2套并行的系统同时工作。在国内都是咱们场站派人，一个在外边用对讲机，调试员就可以坐在屏幕前进行验证。在这儿似乎不行，伊拉克军队似乎还不知道什么是对讲机，太奇怪了而且虽然大体可以用英文沟通，但是反馈速度太慢，通常目标都过去了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或者要什么，黄花菜都凉了，是吧？黄花菜都凉了。不过经过了这一段的调试我也总结出了一套方法，我自己把它命名为山歌传信法。具体的方法很简单，准备四张白纸，一张白纸写 yes， 一张白纸写 no， 分别代表有信标和无信标，再用笔把另外2张涂黑了，但是呢一张留白 yes， 一张留白 no， 分别代表起标和飞标。这样外边的人只要喊出口令，门口的哨兵就动哪张纸，操作台按照屏幕的观察喊出口令，我只要对此听到了口令跟门口的纸面命令是否一致就能够完成验证动作了。我真的太聪明了，聪明吧？咱们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没有之一。当然这都是一些普通任务，关键任务还是要安装厂里的检测设备，并且对新系统进行论证和检验。当然这项工作我只能独立完成，当时的条件比在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强了很多了。工厂把整个线路都集成在一个不锈钢的小箱子里面并且起一个名字叫做波普伊，大概是为了保密吧其实这么一个名字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更不知道怎么去翻译只能称之为盒子box。 全部任务搞定，当天就进行了测试。白天通过对已知的定期民用航空的侦测显示，雷达系统工作正常，而且精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只有在晚间才会出动，白天是看不到的。不过白天我对测高雷达进行了标测。我前面讲过，萨姆2系统有一个预警雷达，一个测高雷达，但是萨姆6系统有2部预警雷达和1部测高雷达，这就比萨姆2系统更加的精确，也就更加复杂了一些。大家知道出版社都有编辑、审核、校验3个步骤其实雷达的原理跟这个差不多都有跟踪、监测和校验这3个独立的部分。萨姆6的防空系统里边的那个 P12 雷达系统都基本的满足了这个要求。另外这次改造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可以与西卡尔自行高炮组成弹炮合一系统。弹炮合一的概念来源于美国海军最初是作为舰队防空，尤其是对付反舰导弹而研究出来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之中，美军大量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为了对付战斧巡航导弹，弹炮合一系统就被赋予了反巡航导弹的功能，也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不过当时的伊拉克的萨姆6系统和萨姆8系统与西卡尔是单独采购的，并未联动操作没有联网，就是两个系统各管各，没有联合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1+1要大于2，就这个意思我们升级的火控系统就是提供了端口，可以把它们的组合称为弹炮合一系统当然这里面我们也有私心当时8院的红旗6正在努力出口科工8院是吧？航天科工8院希望可以结合自己有高炮升级成弹炮合一系统
来争取更多的订单。因此啊，我们也算是替八院做一些试验准备。但是我方并未绕过老毛子而直接跟一方接触，而是把所有的信息都通知了老毛子的设计局。这是咱们做人做事讲究的地方啊，跟老毛子就不一样了。他们不讲道义的传统啊，从来没有改变过啊，垃圾啊，就是垃圾啊，为了利益不顾一切，不择手段，老毛子都这样，多少年了啊。那老毛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他可以牺牲一切。甚至包括他自己啊，你说，莱汉利耶的萨姆6升级之后，单从侦测性能来看，已经超过了萨姆8，甚至那个基本型的侦测水平了。白天对民用航班的监测，准确的已经与伊拉克国民航空监测网保持高度的一致。伊拉克士兵自己都感觉非常的震惊啊！那个营长立刻就送我一包他们特产的椰枣。椰枣曾经是阿拉伯人的口粮，是送给客人最尊贵的礼物，那说明他心里的感激之情啊。我前面说了，伊拉克人很热情好客，也很豪爽，但是也比较懒，除了一件事那就是祷告。伊斯兰的教徒穆斯林教徒每天都要做5次祷告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时间一到，清真寺甚至政府机关就会响起音乐和歌声，召唤人们去礼拜祷告。有时候我们的活干了一半，音乐声响起来了，士兵们就马上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去祷告了。扔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有时候我就想，如果碰到打仗会怎么办？敌人冲锋了，你还要去祷告吗？当然，我心中的疑问后来呢，西蒙给了我一些答案后面再说我始终尊重有信仰的人，我的家乡有药王庙，有天主教堂，也有清真寺。我认为有信仰的人才会有敬畏之心。那社会上当然要有法律法律可以解决秩序问题，也就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问题。法律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那属于是什么呢？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对吧？道德范畴。而信仰恰恰是要解决道德范畴的问题填补法律的空白。说的太到位了当然，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他们走了，我一个人也不好干活，于是就在院里找一棵树坐下来，吃椰枣，吹晚风。晚上的祷告时间通常在日落之后，夕阳的霞光伴随着祷告的歌声，还有凉爽的微风真的很惬意。我跟那个营长说晚上可能要测试，结果被拒绝了，因为伊拉克的战士都是职业军人，上班的，真的就是把他当职业，把他当职业了，朝九晚五的职业军人下班了就各自回家，绝对没有加班的概念，更不用说那个军人全天候24小时待岗了。德国人现在也一样，德国军人就是把他职业军人，所谓的职业军人就是把他当上班，就是上班我曾经跟办事处的办公室联系希望能够安排一个夜间测试。办事处再跟伊拉克军方领导沟通，电话打了1周之后，在阿拉伯式的高效率的作用之下终于安排了一个晚班的测试。测试计划是雷达开机，从晚上8点一直到晚上11点。在伊拉克同样可以收看到 CNN 的无线信号。这种战争宣传手段真的是非常的美国。你看老美多么注重那个舆论那个话语权非常注重。包括现在我为什么在油管开频道，我早就意识到那个舆论阵地的重要性了。包括我们毛主席老美非常可耻，通过所谓非官方的 CNN、ABS 打着民主、人权、自由等旗号，到处煽风点火，以新闻自由的名义为偷鸡摸狗偷鸡摸狗之实其实所有的媒体背后都有官方的影子，甭管嘴上讲了有多高尚什么职业道德什么独立精神都他妈扯犊子，都他妈吹忽悠。老美的媒体全都是为老美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热血青年是最容易上当的，最容易被忽悠的。等他们被煽动起来之后把天下搞乱，在满目疮痍的时候，老美再过来通过美国公司按照美国方式帮你恢复秩序，然后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是无所谓了，主要是建立以美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秩序，然后世界就再一次清静了下来。美国人安安静静的享受大餐，吃肥肉啊。这说回来啊，虽然能够接收到无线的 CNN 的无线信号，但是很无奈，无线信号播放的是阿拉伯语，我完全听不懂，更看不懂字幕。另外啊，私自收看外媒，在这个是当时萨达姆大叔的大计啊，被抓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权衡利弊之下，决定放弃了这个曾经在塞尔维亚屡试不爽的方法。总之呢，第一个测试是检验雷达是否能够侦测到夜莺 F117信号。简单的说，当天晚上非常平静啊。由于禁飞区的原因啊，以及雷达能够监测到沙特那边，基本都是沙漠连一只鸟都没看到。不过伊拉克人很乐观，大兵里边没有人发牢骚。到了下班时间，大家就有说有笑的回家了，剩下我一个人发呆。第二天，我请求回去了办事处，在资料室啊给车间打了电话。当时并非处于战争期间，国际电话线路啊还是畅通的，虽然也很贵啊，但是呢，与在塞尔维亚的时候卫星电话相比，还要便宜很多。张主任听了我的汇报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啊，说了几个问题。首先，对这个 F117的侦测和验证啊，应该是个系统的行为，不一定仅仅依靠雷达站，他会着急上报联系，争取由空军的总指挥所来完成这个任务。其次啊，伊拉克大兵的加班问题，他建议我多问一下办事处的同志们，有没有其他什么好办法。最后呢，张主任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我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开动雷达，因为国内的场站很多时候也是一个人值守。张主任鼓励我要大胆尝试，别怕犯错对吧？张主任的一席话真的让我茅塞顿开，到底人家还是主任还是领导？因为当时处于短暂的和平时期，场站的雷达都是集中放置。这个营虽然人数很多，但是真正操作雷达系统只有6个人啊，控制室2个，那这个是标配，对吧？发电机系统1个，冷却系统1个，车高的机械系统1个，屏蔽系统1个，一共6个人。后面4个人只是在开机阶段忙一会儿，比较忙。雷达开机之后啊，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我仔细观察研究了一下，如果雷达不关机，一个人还是可以搞得定的。平时就待在控制室，每2个小时出去检查一下发电机油位冷却系统的状态，我那个油冷却系统的油少了我就填一下，就那点活于是我就兴奋地回去场站，准备跟那个营长软磨硬泡一下，能否晚上留我一个人开机测试。结果还没等到我软磨硬泡那个硬泡营长就爽快地答应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为何他那么爽快。那个一共有3个原因。首先，伊拉克不缺油地球上最高质量的石油产品就来自沙特、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个地区，主要表现在油质轻、杂质少都轻质油。因为大家那个石油的那个价格都是欧佩克来决定的，那个好油坏油都是一个价格因此油品越好就越难拿到货。国际石油市场上产自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的那个原油并不容易搞得到。油品呢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从油井直接开采的原油跟重油混了柴油差不多，就这种马上就可以用了，不用那个后期加工处理了。因此雷达站用了一台西门子的重油发电机做电力来源，但实际就是把重油直接倒进去，油罐底下也基本没有什么残留，杂质太少了，说是1个月清理一次就行了，而且燃烧质比重油还要好，那个质量多好老天爷眷顾真的。第二个原因是伊拉克的治安非常好，没有小偷要斩首砍手的，真砍手你没看错伊拉克没小偷中东地区好多国家都是可以做到夜不闭户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有钱，而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对那个欺骗偷窃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听说偷了别人东西，这个是可以砍手的。
我跟各位老铁说，我亲眼看过行刑的，我在沙特当时啊，我看过砍脑袋、砍手，我离了大概20米左右。不，以后有机会说啊。也正因为如此啊，他们对自己人非常的信任。也许因为千年以来啊通商的经历，他们对中国人也很信任。据说去年有国内的团伙去迪拜搞信用卡复制诈骗，结果被阿联酋遣返了20多人，气得咱们国家驻阿联酋大使馆大使常华先生勃然大怒，说是多少年辛辛苦苦啊树立起来的形象，被几个骗子轻易就给毁了啊，对吧？你对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吧？中国几百上千年那个良好信用被那几个骗子，你看，就一颗屎坏了一锅汤啊，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很多人不知道诚信的重要性。其实一个人啊不诚信，不光会毁了自己，也可以毁掉一个国家人民的信用。当时总体来说，伊拉克人对咱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尊重的，他信任你，相信你。第三个原因是对咱们技术的认可。在系统升级完成以后啊，萨姆6系统侦测能力，包括范围和精度，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萨姆8的水平了。在我要过去的那个下一个站点，也就是萨姆8的是一个萨姆8的站点。这2天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天中午，我们的雷达上面显示有目标在他们场站附近迂回盘旋，就通知了他们，但是他们开机没有任何发现。这时候旁边的高炮阵地，士兵用肉眼也发现了一个目标，尝试用高炮射击，虽然没有命中，但是目标已经掉了下来。后来听说啊，是一架美国无人机发生了故障，自己掉下来的，不是高炮打下来，是自己掉下来的，发生故障。啊，虽然不是击落，但是萨德姆大叔也挺有意思啊，硬说是我们这个萨姆6系统击落的，还给了嘉奖啊。于是呢，我们那个营长就很骄傲，认为咱们国家的技术确实先进，帮助他们大力提高了水平。他信任我，认为只要我认为可行的就一定可行啊。于是呢，在当天那个白天，我就跟着那6个人学习整个雷达系统的具体操作。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他们走了，我一个人在阵地上面盯着屏幕。其实在第一个晚上心里面还是非常忐忑的，根本没有太多心思做观测。开机到大概晚上11点就关机了。系统关机操作，我一个人要折腾大概1个半小时才能搞定。雷达操作跟开汽车一个样，那属于熟练工种啊，真的是多操作几次熟练了就好了。这样连续过了3个晚上，我已经可以保证一个人熟练操作这套系统了。到了晚上12点都没有发现问题，关机时间也缩短到1个小时之内了。那操作没问题了，不代表侦测没问题。连续这几个晚上，雷达屏幕的表现都是一样，鸟都没有发现半个，我心里面有点急啊。而下一个场站，也就是萨姆8的场站，还在不停的催着我马上赶紧过去。就是因为萨勒姆大叔嘉奖的原因啊，顺便批评了那一个场站，萨姆8的场站啊。于是他们的营长希望我赶紧过去给他们升级，对吧？别被萨勒姆骂了，再骂。反正我白天一闲着没事，摊开地图，准备查一下下一个场站那个基本位置，眼睛顺便扫了一下伊拉克的南面。这一眼啊，有了重要的发现。莱哈利耶的南部跟沙特接壤，那个地方是广阔的沙漠，也就是油田。战争时期啊，由于美英空军出动了大批的飞机，因此为了空管需要，他们要么从南方巴士拉方向进入伊拉克，从沙特哈夫阿巴廷方向返回哈利德空军基地，要么就是从西面沙特阿扎拉米德方向去巴格达，然后返回在波斯湾或者地中海上面的航母。在莱哈利耶正在第2条线路上面，面对着沙特这一侧，暂时当然可以在这里侦测从图莱夫或者塞卡海起飞的这个联军的飞机，但在平时啊，美军飞机未必从这个地区经过啊。我简明扼要的说，预警天线对着西面可能是个错误，方向搞错了，人家不走那个方向，你知道吧？可以试着对着南边。我前面介绍过，萨姆6系统有2个预警雷达，其中西波段的
P10雷达是比较容易移动的。SAM-6毕竟是60年代的系统啊，很少采用液压装置，都是要爬到车顶上，两膀一较劲，对吧？用蛮力移动。晚上闲了也没事我就爬到车顶上去了，也没有什么仪器，更不知道什么准确的方向，就胡乱的弄了一下，大概对准了南方。然后固定之后就坐在车里，抬头看了漫天的星星，满天的繁星。在工厂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加班，在车间里回去宿舍的路上，也可以看到那么多的繁星。看见星星我就突然又想家了。在外的人都知道，想家的时候那种挠心那个感觉很难受。我赶紧连滚带爬的从车顶下来，要用我无限的工作热情冲淡对家乡的思念。回到控制室一看，我立刻昏过去了，满屏幕的雪花我第一个反应就可能我把雷达搞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修复跟校验就需要几个人帮忙了，晚上是肯定搞不定的。我盯着雪花屏幕一下子泄了气了。本来希望借此缓解思乡之情的，反而变得更加想家了。我一点心情也没有了，关机休息，准备第二天找机会去修复雷达，然后到下一个场站去了。第二天一早合着远方传来祷告的声音是祷告的歌声我就起了床。大兵们还没有来上班呢，我就开始鼓动起了雷达了。开机顺序跟关机正好相反，一个人也可以操作，只是比平时要慢一些。等到都搞完了，也差不多8点钟了。走进控制室一看屏幕，雪花没了屏幕侦测非常清晰，真的是连一只鸟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到营长来了，我请求他将天线对准巴士拉方向。他一听我把天线方向改了，和蔼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来了那么久，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营长吹胡子瞪眼睛发怒了。不过也不怪他，这套装置的战术目标就是防范西边的目标。我私自把侦测方向改到了南边，如果西边有事大家都担不起这个责任于是营长下了2道命令，立即把天线改回到原来的西边，然后要求我不能随意改变天线的方向，除非得到他的命令。这样一来我就尴尬了，白天无事可做，晚上也无所事事，因为西线无战事嘛。白天还好说，晚上的时候就太难打发了。我就想回去办事处，但是呢没车，太远了，150公里了。我有车也不会开，当时还没学会开车呢。一个年轻人独自躺在床上，能想什么大家都懂的，对吧？反正折腾来折腾去比前晚那个忙碌那些感觉还疲惫。你说搞那些太多也不好，对身体也不好好容易熬到早上，士兵们来上班了，我也是闲着没事就跟营长说起我不会开车的事情营长一听就笑了，随手抓起来电话，不知道给谁叽里呱啦的说了一通说笑的，估计在嘲笑我这个老土鳖吧。晚上没睡好，白天就感觉一个人整天昏昏沉沉的中午的时候又接到电话，下面那个场站呢一直在催促我抓紧时间过去。考虑到在这边也没有什么进展，我就答应了。放下电话跟营长打了个招呼，但是营长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大概就这样一直到了下午的祷告时间，大兵们又都去祷告了，我只能回去控制室望着屏幕发呆。祷告回来了，我还是走不了。大概又过了半小时，突然外边开来了一辆丰田皮卡，中东那边全是皮卡皮卡非常好就是满大街都可以看到的那种。司机从驾驶室上跳下来，跟营长打了一个招呼。营长笑着走到我面前，说那个是他的车，专门让他的儿子开过来给我练车给我那个练习那个开车学会了再还给他。我当时我的下巴就掉在地上。一辆车当时我们国内这个车多金贵一辆萨塔纳要20-30万了，对吧？不像现在丰田皮卡那多贵
我推着装模作样的推死了一下啊，但是拗不过营长的热情是吧？他拉着我上了他的车，告诉我怎么开啊，英语阿拉伯语并用，我基本没怎么听懂。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啊，领那个备件啊，倒是开过那个俗称那个1吨翻的那个翻斗式工程车开过前轮大后轮小啊，手动挡，柴油动力的那种啊。我们车间在一个洞库里边，工厂仓库在另外一个洞库啊。有时候呢，备件是一大堆铁疙瘩，用这个工程车装东西最方便了。但是呢，工程车毕竟是工程车，跟这个皮卡完全不一样。我坐在皮卡上面，茫然不知所措。营长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连笔带画的说，让我调整座椅位置和后视镜位置，然后踩离合器、换挡、加油门，不是自动挡的，是那个手动挡的啊。有过一点点的那个开车的经验，我能够将车子发动起来，然后倒车。站点的大门倒是很宽，外边更是无边无际的沙漠。刚刚沾了方向盘啊，我心里混杂了兴奋和忐忑的味道。绕着站点转了3圈，似乎找到了那么一点点的感觉。这一折腾1个多小时又过去了，又到了他们下班的时间了。我准备把车子还给营长，可是营长笑了笑，摆了摆手，意思是不用了。我也没有太客气。营长告诉我，车子里面的油已经加满了，然后他就开着他自己的车回家了啊。这是我在这个站点最后一个晚上，雷达对着西面，基本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没有关机，而且利用这个时间，把每一个我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零部件都擦了一遍，擦得锃光瓦亮。在工厂里边，擦拭零件都要用油抹布，那种油抹布防锈而且美观，是吧？都用油抹布擦的啊。在这个遍地都是油的国度啊，他们却没有这种习惯。我找了一点润滑脂，均匀的涂抹在抹布上面，一点一点的擦出了一身透汗。从晚上7点一直弄到11点，显示屏上一点异常也没有。我把波普仪拆下来包装好，准备去下一个站点再测试，然后设备关机。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半夜了，莱海利耶那处那个地处是沙漠边缘，少云又是满月，夜空很漂亮。我就坐在院子里面，想着这2周以来的这些事情突然我瞄到了皮卡。虽然在工厂的时候在洞窟里面也开过，洞窟里面也很黑，但是严格的说我还没有开过夜路于是开上皮卡，就向沙漠里面冲了过去想象一下，头上一轮明月，下面是无垠无尽的沙漠，一辆皮卡在沙丘间飞驰，后面拖着一阵阵那个沙尘烟是不是很浪漫的那种感觉咱们回到现实世界准确的来说，莱哈利耶的沙漠其实应该称作是荒漠，没有大的沙丘，也就是地表有很多细沙子，沙子下面就是坚硬的岩石。有路的地方就会做一些平整，没有路的地方就是凹凸不平，甚至可以说是很颠簸。由于平常风很大，风在地面刻出一道道皱褶。如果哪位小清新用那种好的那个镜头去拍下来那个照片一定非常漂亮那个摄影爱好者喜欢死那边了。但是车子尤其是减震性能比较普通的皮卡飞驰在上面那就颠到爆了我的心肝脾胃肾都快要吐出来了。莱哈利耶以东3公里左右有一个湖，叫做莱扎扎湖，湖很大，一望无际的。我的车子一直开到那边，不敢开了，不是别的，真的是不认识路怕找不到回去的路回不去了。掉头这下老实了，不走沙漠，而是沿着那条公路一边开一路开路上没有人，路边连个房子或者亮光都没有，很安静。我当时还是新手都不知道车上的收音机怎么用怎么开，就这么安静的一路开，车子发动机的声音混着风声一路呼啸。我偷偷的看了一下的速度表140公里时速反正没人开吧回到了场站，我那个开车的兴奋劲还没有完全过去，躺下了也睡不着，就把小本子小的我那个记录本打开，开始记录了。在我外联生涯中打发漫漫长夜的方法，就是用一个小本子、一支铅笔
那种削好的铅笔不是那种现在用的那种用手指大拇指摁的那个自动的铅笔，要用刀削的真正的铅笔我那个因为小本子可以随身带铅笔也不会漏墨水，是吧？我现在家里专门有一个箱子专门装那些小本子，不管到哪里我都尽可能在当地买一个小本子，32开或者 A6 的，又方便携带又有纪念意义。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把一天的事情大概记录了下来。我们军工人的青春没有鲜花，没有美女，更没有纸醉金迷只有辛苦清苦。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青春不精彩。小小的记录本就是献给自己青春的掌声。好，这集说完了老铁们喜欢的点赞、分享、订阅、留言，谢谢大家。